如今，当初白小纯带来的那些5位护道者，除了宋缺依旧在外不知去向，其他4人都已重新回到了白小纯的身边。哪怕是陈曼瑶，也都对白小纯这里服服帖帖。这种不依靠修为而获得的尊敬，让白小纯多次打坐时想起都美滋滋的。而张大胖的到来，更是让白小纯心里放下了一块大石。他与张大胖之间，与神算子以及徐宝才不一样，那种交情是白小纯踏入修行的第1天就结交的。可以说，张大胖一来青龙会，就立刻成为了整个青龙会的2号人物，凌驾于神算子与徐宝才之上。对此，神算子与徐宝才也没有太多想法，他们也知道张大胖与白小纯之间交情莫逆，而整个青龙会也在这不断的扩张下越发的庞大起来，甚至除了置换丹外，已有了要在其他方面与天空会争夺之意。不过这需要时间，更需要雄厚的贡献点去支撑。在现阶段，置换丹才是青龙会的最大养分所在。这些事情，白小纯没有去操心，完全扔给了张大胖等人去处理。他春风得意，唯独遗憾自己现在这么厉害了，可在这空城内，居然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私人洞府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租下的，这让他觉得不舒服。可他也打听了，整个空城能拥有自己私人之地的凤毛麟角，都必须有极为的来头才可。白小纯觉得自己的来头一般，只能放弃。此刻全身心的沉浸在修行中，借助青龙会内海量的贡献点，买下了无数的灵药灵石，使得他的修行速度也随之攀升太多太多。可以说，这完全是用贡献点堆积起来。终于，在花费了上百万贡献点后，白小纯终于在这一天将他的不死长生功第3层完成了整个左侧小腿的蔓延。在他的左小腿全部凝练，形成了不死经后，白小纯全身震动，一股惊人的波动从他的左腿上散出，仿佛其内蕴含了惊天动地的狂暴之力。这力量之强，远远超出他的右腿，甚至可以说是此刻他全身上下肉身之力最强之处。甚至在白小纯的尝试之下，他还发现强悍的不仅仅是力量，还有速度。左腿发力之下，他的速度之快将比以往多出至少1倍以上。要知道，白小纯本身的速度就已经是铜镜中的佼佼者了，毕竟那是不死金刚身，那是天道金丹。可眼下一旦左腿发动，他的力量之快足以让一切看到之人全部吸气。甚至在那极致的速度中，白小纯都觉得身体其他区域成为了阻碍，限制了自身的速度。可想而知，这速度之快已到了什么程度。若是有一天，我全身上下所有地方都完成了不死金的凝练，那么我一旦爆发……白小纯想到这里，呼吸急促，目中露出强烈的期待。这在中游逆河宗时，或许需要花费很久的时间，即便是有邪祖身体在，也难以快上太多。可如今在源头的星空道极宗，有那浓郁的无法形容的灵力不说，更有太多在中游看不到的灵丹妙药，再配合那些灵石，使得这一切成为了可能。只不过在这里，想要获得这些物品，付出的贡献点堪称海量。可如今对白小纯而言，他最多的就是贡献点了。除了不死金的略有小成外，寒门养念诀同样在海量的贡献点的堆积下，在那无数的灵丹妙药以及灵石中，白小纯的修炼一样突飞猛进。这里的通天河水与下游以及中游不大一样，更为浓郁不说，其精炼的程度也是不可比较。甚至白小纯还花费了数十万贡献点，专门买来了一碗通天海水。也正是这通天海水，使得白小纯的寒门养念诀轰然爆发，达到了下寒的巅峰。他此刻挥手间，就可让四周100丈范围内刹那冰寒一片，而在这100丈范围内，也会出现一个模糊的冰寒之影。此影所在之地，白小纯甚至可以短次数的瞬间交替，若是用得好了，可以出奇制胜，甚至遇到强敌也能反败为胜。此事让白小纯激动无比，为此还专门画出了一片区域，严禁外人踏入。他独自在内多次尝试，每次修为散开，100丈立刻冰寒，那虚幻之影穿梭，随着他的思绪，可以在这100丈范围内任何一个地点幻化出来。而他只需一步走出，就会刹那间与那虚幻的冰寒之影互换位置，妙用无穷。多次之后，白小纯的激动难以形容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寒气到了下寒巅峰，白小纯的修为也因这功法的提高，
体内的9层灵海形成的天道金丹内寒气也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，使得其修为达到了金丹初期的巅峰，只差一步就可突破，成为金丹中期。而这一步的突破，白小纯也早就明悟了方向，那就是突破下寒，踏入中寒。当我的寒气成为中寒的一刻，就是我白小纯踏入金丹中期之时。这一天不会太久了。白小纯仰天大笑，他觉得自己来这星空道极宗算是来对了，若是之前早就知道这空城如此好，他早就来了。白小纯这里春风得意时，天空会对青龙会的关注与敌意从未减少，反倒越来越浓，其内部针对青龙会、针对白小纯展开了多次的商讨。可白小纯这里的结丹修士使得他们措手不及不说，更是失去了先机，甚至那一次的受挫使得整个天空会的威严也都被严重挫伤。最重要的是，面对眼下如此庞大的青龙会，一些阴谋手段已无法用出，而动武之事，天空会虽来头不小，可如今整个会内也没有结丹修士存在。虽外界传闻他们身后有天人家族，可实际上天空会的那些老一辈成衣弟子知道，他们只不过是天人家族的奴仆而已，看似风光，可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受重视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将此事上报天人家族，试图让天人家族出面解决。只是这消息送上去几个月了，天人家族根本就没怎么理会，似乎这种结丹修士的事在天人家族内看去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。若天空会连这点事都解决不了，都需要让天人家族出面，那么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天空会等了很久也不见答复后，渐渐有人也琢磨出了问题所在，可却纷纷不甘心。不能这么下去了。没错，那该死的青龙会已经发展太过迅猛，这么下去我们会更被动。可天人家族又不理会我等，还有这青龙魁首，此人的来历我们居然还没有查到。这件事我总觉得不对劲，似有人将其所有痕迹全部抹去了。天空会内部此刻也都着急，彼此讨论后，突然的坐在左手位置，一个大部分身体笼罩在阴暗中的身影缓缓抬头，传出阴冷的声音：天人家族不理会，这青龙会魁首又神秘，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索性废了致幻丹，如此一来就等于是废了青龙会，同时抽身事外，或许能看清更多。至于方法，此事简单的很，只不过你们之前没有去那么想而已。我们向宗门举报致幻丹，此丹毕竟还不算是明面上可卖之物。这话语一出，四周顿时寂静，每个听到这句话的天空会头领都目中露出奇芒。说话之人正是天空会魁首。很快的，在达成了共识后，天空会发动他们的力量，将致幻丹的危害以及种种弊端全部上报宗门，更是不惜代价发动人脉，将此事做实。也就是3天的时间，瀑布第3层彩虹上，星空道集中的空域彩虹中，立刻将一道命令传遍整个空城。空域掌教下令，禁止一切内门弟子贩卖致幻丹。不仅如此，更有一封玉简化作一道长虹，直奔青龙会洞府，一路势如破竹，一切阵法都无法阻挡，刹那间就穿梭一切，出现在了密室内。正在打坐的白小纯面前后，在白小纯睁开眼吃惊的同时，这玉简光芒璀璨刺目的闪耀，更有一个沧桑中带着威严的声音蓦然回荡：逆河宗之子白小纯，老夫空域掌座，你速来见我。此刻的白小纯正在盘膝吐纳，当看到面前突然多出了一枚玉简时，他猛地睁大眼，哆嗦了一下。空域掌座要见我？要见我干嘛？我又不认识他。白小纯吸了口气，他隐隐觉得这玉简内的声音，其语气似乎带着一丝不善，这让他立刻就内心一惊。怎么回事？在白小纯这里紧张时，神算子等人也都陆续来临，一个个神色肃然，张大胖更是目中带着怒意。他们身后还有青龙会的几大头领，一个个都焦急地看向白小纯。少祖，星空道集宗方才下了封命，禁止一切人贩卖致幻丹，这一定是天空会搞的鬼，这是要断了我们的路。徐宝才咬牙开口，声音尖锐。他这段日子很舒坦，尤其是每天看到每天会里收入那么多贡献点，更是兴奋。可眼下这一切就要被斩断，他岂能不急？魁首，怎么办啊？没有了致幻丹，我们青龙会就危险了。
之前扩散的太广了，而且关于禁止置换丹的消息，怕是很快就会传遍全城。不仅是徐宝才，所有青龙会的修士都着急起来，还有不少更是出现了其他的心思。毕竟如今的青龙会虽还有其他收入，可与置换丹比较，差距太大。一旦没了置换丹，那么青龙会扩大的规模将成为其最大的负担，每天要维持下去都需大量的贡献点，时间长了必出问题。而一旦缩减规模，那么天空会一定会趁势而来，从其他方面围杀青龙会，使得青龙会之前的盛世轰然瓦解。其实归根结底，最大的原因还是青龙会的底蕴太浅，与天空会难以比较。如今的青龙会就如同是空中楼宇，根基不稳，一个闪失就会坍塌下来。甚至仅仅是白小纯眼前这些人，除了他的护道者外，其他的青龙会修士此刻也都难免起了其他心思。这些人都这样，更不用说整个青龙会内其他的修士了。白小纯明白，此事一个处理不好，青龙会就会崩塌。只是他现在无心处理青龙会的事情，他前方漂浮的那枚闪闪发光的玉简，让他的压力更大。此刻听着四周众人的话语，白小纯深吸口气，正要开口时，忽然再次看了眼玉简，目光一闪，干咳一声：“急什么？”他话语一出，四周众人纷纷闭口，齐齐看向白小纯。白小纯身为青龙会魁首，又是金丹修士，更是置换丹的创造者，可以说是他一手将青龙会撑起。虽平日里他不管事情，可他的存在对于所有人而言，如同定海神针。天空会有来头，我难道就没有吗？白小纯站起身，背着手，抬起下巴，傲然开口时，一指面前的玉简：“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”此刻其他人也都注意到了玉简，纷纷诧异时，也有人认出这是来自彩虹之物，顿时惊呼：“这是空域彩虹的掌教令！我刚才就看到一道长虹从空域彩虹飞出，的确是飞到了这里，原来是来找魁首大人。”四周那些青龙会的修士一个个深吸口气，看向白小纯时，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。难道魁首大人与空域有特殊的关系？就在这众人心里震撼时，徐宝才等人却茫然了，呆呆地看着白小纯。他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白小纯与空域掌座有什么关系。你们知道就好，我现在就要去拜见空域掌教，一切等我回来后再说。白小纯淡淡开口，一甩袖子，拿着玉简，抬着下巴走出密室。他的身后，所有青龙会修士都深吸口气，纷纷抱拳，心中在这一刻虽不是彻底的不再慌乱，可却放下了不少。而他们的放心也会很快影响到所属于他们的修士，最起码在短时间内，青龙会不会因着换丹被禁止的事情内部动乱。白小纯演得太好了，就连张大胖等人也都被骗过。此刻看着远去的白小纯，纷纷有了信心，振奋期待。可白小纯这里刚一离开青龙会洞府，整个人就哭丧着脸，唉声叹气起来。他之前是强撑着，眼下也在发愁，对于天空会的怒意也更多，只是眼下没时间去生气，他心中的紧张才是最关键之处。空域掌教到底找我什么事啊？白小纯一路紧张的到了中城区域，在那里有专门的地方通往彩虹，除非是立刻晋升黄袍弟子，才可以在任何地方都会被接引飞升上去外，赤色与成衣弟子想要上去，只有在中城特定之地拿着特定之物才可。很快的，白小纯就到了中城，在那传送阵旁取出了玉简，深吸口气口，他神色悲壮，大有一副豁出去的模样，蓦然开启传送。轰的一声，随着传送之光的爆发，他的身影被光芒淹没。当这传送之光消散时，白小纯的身影也不见了。出现时，已在了瀑布上第3层彩虹中的第2条彩虹上。随着白小纯眼前清晰，他立刻就看到在自己的四周，雕栏玉砌，青玉铺路，阁楼点缀，更有一棵棵仙树磅礴，使得这四周的灵气带着飘逸，如同真正的仙境。还有一处处水池，一处处洞府，更有一些人畜无害的灵兽，要么从林间飞跃，要么从池水内伸出头。整个世界都被一层朦胧的七彩之光笼罩，看起来极为美丽。远处有几个穿着黄袍的修士，要么打坐，要么独自漫步。整个彩虹世界似乎都很安静冷清，听不到如空城内那种杂吵的声音，也没有山海般的人流。而这里的每个修士似乎都很冷淡，身体修长不说，
更是有种奇异的光晕环绕，看起来就极为不俗。尤其是在这里，似有一层特殊的静止，使得浓郁的灵气在这里似乎更为柔和起来，可以被吸收的同时又不会增加消耗。这一幕幕让白小纯心神一震，这还是他首次来到彩虹上，不由得揉了揉眼睛。再次看去时，这片彩虹区域极为庞大，虽不如空城，可至少也有一半。就在白小纯发呆之时，他的前方突然虚无扭曲，竟有一个穿着黄袍的女子从虚无内一步走出。这女子秀发披肩，相貌很美，只是看起来颇为冰冷。出现后，他冷冷地看了白小纯一眼：“你就是白小纯？”白小纯目光一凝，这女子的修为只是结丹初期，与他一样都是初期的巅峰，可方才此女出现的方式让白小纯很是惊讶。这还是他首次看到星空道极宗的铜镜之修，对于此宗的神通术法，在这一刻，白小纯有了初步的感官。正是白某，你是何人？白小纯收回目光，若对方修为比自己高也就罢了，可遇到与自己一样修为的，白小纯觉得自己不能露怯，于是背着手，傲然的点了点头。跟我走，师尊要见你，注意我的脚步，走错了路，结丹修士在这里，也必死无疑。女子冷淡，转身一晃，直奔远处。白小纯一听这句话，顿时再次紧张，赶紧飞出，跟着对方身后，二人化作长虹，一前一后向着远处飞去。一路上，白小纯低头看向大地，对于这空域彩虹有了一些了解。此地呈环形，一共5环，越是内部明显越是冷清，同时给他的威压感也越是强烈。不多时，在这女子的带路下，白小纯来到了中环之地，看到了在不远处屹立的一座惊人的山峰。此山竟也是七彩，没有任何草木生长，在山顶存在了一座大殿，这大殿通体灰色，看似平凡，可却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气势，让白小纯看了后，仿佛目中所看不是大殿，而是一尊远古的凶兽。女子没有带着白小纯上山，而是在这山脚下停顿，后退几步，没有说话。白小纯正诧异时，突然的一个沧桑中带着威严的声音从山顶大殿内蓦然传出：“白小纯，你可知罪？杜林飞在线。”白小纯一听这句话，忽然不紧张了，他心中有无限的感慨，很感谢当年灵溪宗的那些长辈，还有血溪宗的长辈，正是这些人一次次的在吓唬他时说出了同样的4个字，以至于现在的白小纯在听到这4个字后，他就立刻明白了，这一次应该没事了。但凡是长辈这么开口，往往都是要吓唬一番，如打一棒子，可之后大都会拿出好处。一想到这里，白小纯立刻就知道自己怎么办了。他深吸口气，脸上露出苦涩，似不甘心，又似悲愤，更有对星空道极宗的崇敬与渴望，还有一种对逆河宗的回忆。种种表情在这一瞬间全部在他的脸上浮现出来，形成了复杂之意，把一个稚子的辛酸与无奈表露得淋漓尽致。他站在那里沉默不语，默默地抱拳一拜，似乎千言万语在这一刻却说不出丝毫，只能随波逐流，一句话没有说。可他的模样已经不需要开口了，一切话语都在神情上。这种哀兵之策是白小纯在血溪宗学会的，每次使用都有奇效，此刻也不例外。就连一旁的那位冰冷的女子也都在看到白小纯的表情后愣了一下，而山顶大殿的声音也都沉默下来。罢了，你毕竟是逆河宗的质子，而逆河宗也是我空域下有关联的宗门，你把致幻丹的丹方拿出来吧。此丹虽有瑕疵，可也有其效用之处，不会让你白白交出。老夫可给你100万贡献点，让你以此直接晋升黄袍弟子，从此离开下方空城，飞升此地。半晌后，七彩山上大殿内那沧桑的声音再次传出。这话语一出，白小纯身边的那个冰冷的女修睁大了眼，有些不可思议的看了看山顶大殿。白小纯内心得意，可神色山却不露出丝毫，依旧是一副苦涩的样子。可实际上心底除了得意外，还有不屑。他琢磨着自己有太多的贡献点了，想来这里的话早就来了，自己一顿饭可都是数万贡献点不止，还买了几个傀儡侍女，还有那么多手下，甚至每个月打赏出去的就已不少，自己1个月的花销也都不止100万贡献点。傻子才来这里，在下面多舒服啊，呼风唤雨，修行也快，什么都不影响。
白小纯内心早就打定主意，尤其是此番一路走来，看到这里的人都是冰冷的，四周也是冷清的，心底100个不愿到来。此刻听到空域长座的话语后，白小纯深吸口气，抬头看向七彩山大殿，神色肃然，抱拳深深一拜：“长座，这丹方弟子愿送给宗门，至于贡献点，弟子不要。以如此方式晋升黄袍，非弟子之缘，与我得道不符。我白小纯即便是成为黄袍弟子，也要依靠我自己的双手去赚取。”白小纯一身正气，大声开口。旁边那冰冷的女修也多看了白小纯几眼，她原本吃惊长座师尊居然提出交换，她身为其弟子多年，这还是首次看到师尊这里居然这么大方。可紧接着，她发现白小纯这里居然还决绝了，这让她不由得吸了口气。这一样也是她还是首次遇到有人面对如此机会却直接拒绝的事情，那可是100万贡献点，对于寻常修士而言，是甲子时间都很难积累的。就连这空域的掌座，若不是了解白小纯在空城内的所作所为，他怕是也会诧异。毕竟他执掌空域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遇到过有人拒绝成为黄袍弟子。此刻他坐在大殿内，神色古怪，看了看身边的虚无之处，在他的身边不远处，似有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子，身影模糊地站在那里，似乎也在凝望白小纯，目中带着惆怅与复杂。这女子仿佛处于虚幻与真实之间，看不清晰，可在她的四周，虚无不但扭曲，更是存在了一些碎裂。可以想象，要么就是这女子修为惊人，要么就是她的身上带着不可思议的至宝。眼看这女子没有什么反应，空域长座有些头痛。实际上那药方他不是很想要，只不过是因有他招惹不起的人物到来，让他关照一些白小纯，于是他找个借口给白小纯贡献点，让他上来而已。否则的话，以他身为空域长座的身份，虽不是天人，可也是半步天人的大能，岂能去理会一个小小结丹？就算是质子的身份，也不会让他太过在意。可眼下白小纯居然拒绝了，这空域长座不由得有些心烦。可那招惹不起的人物就在身边，他无奈之下只能再次开口：“少说废话，以老夫的身份，岂能白要你东西？有什么要求说出来，只要老夫能力范围之内的，尽量满足你就是。”这话语回荡开来，不但是白小纯愣了，他身边那冰冷的女修也都倒吸口气。他在今天对其师尊的印象改变极大，之前交换就不说了，眼下这根本就不是交换了，这分明是要直接送出。这白小纯什么来头？女修睁大了眼，看了看白小纯，内心惊疑不定。白小纯也诧异起来，他狐疑的抬头看着七彩山上的大殿，心底忽然有些忐忑。他觉得这件事不对劲啊，怎么看对方都是一副非给不可的样子，似乎若自己再拒绝，怕是就会暴怒而起。白小纯迟疑时，大殿内传出空域长座不耐烦的催促声。白小纯一咬牙，目中露出光芒，看着大殿大声开口：“长座前辈，您老人家的心意，弟子感谢。如果真的要给我，我在下面空城始终都是租地方住，没有归属感。您也知道，我孤零零到来，很想有个家啊。要不您给我一片的怎么样？我到时候选择一下，给自己盖的宅子。”白小纯忐忑的开口，期待的看着山顶大殿。他原本以为对方会迟疑，可没想到他话语刚一说出，立刻大殿内直接飞出一道长虹。这长虹七彩，仔细一看，那是一面七彩小旗，直奔白小纯而来。除了东南中3城外，西北2个城区，你可以任意选择一处空旷之地，插上此旗后，方圆10里都是你的私人之地。七彩山上大殿内，空域长座似松了口气，快速开口后，七彩山上光芒闪耀，形成了一股推动之力，推得白小纯与其身边冰冷的女修不断后退。那冰冷的女修此刻完全懵了，死死地盯着白小纯手中的七彩旗，呼吸急促，双眼露出强烈的光芒。他身为长座弟子，也都没有如此待遇，可白小纯这里，师尊居然给了其私人之地。要知道，在空城10里范围的一片地，其价值之大，无法形容。这种事情居然说给就给，这就让这冰冷的女子内心都要抓狂的同时，觉得白小纯这里的来头一定大得不得了。真给了？白小纯也倒吸口气，抓着七彩旗，有些茫然的退后，直至退出了数百丈外后，他忍不住回头
看了眼远处此刻光芒闪耀的七彩山。这一眼看去，他不知是不是错觉，仿佛在那山顶大殿的门口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女子的身影，看不清晰，认不出来。正当他要仔细去看时，对方已经消失不见。带着疑惑，白小纯转身离去时，他的身后七彩山上那消失的女子，其身影再次出现。她默默地站在那里，脸上戴着面纱，轻声喃喃：“小纯，好久不见。”女子沉默片刻，有风吹来，掀起面纱的一角，露出了一张绝美的容颜。若是白小纯在，他一眼就可以认出这张脸有7分与杜玲妃极为相似。慢慢的，这女子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那笑容里带着久别重逢，更带着祝福与期待。重整旗鼓，白小纯一路从彩虹离去，他目中还有茫然与费解，身边带路的冰冷女修神色也都明显缓和了太多，甚至好多次都偷偷打量白小纯。直至将白小纯送到了传送阵所在之地时，这女子竟对白小纯展颜一笑，欠身一拜：“白兄，之前有些失礼，小妹清宣。”随着传送之光的出现，阻断了二人之间的身影，就连那声音也都扭曲起来。传入白小纯耳中时，他眼前一花，耳边又传来阵阵人声鼎沸的热闹声，回到了空城。白小纯觉得有种做梦的感觉，低头从储物袋内拿出那面七彩小旗，仔细看了看后，他的呼吸急促，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，更有激动。居然真的给我了！白小纯一想到自己以后在这空城内会有一处10里范围的私人地盘后，顿时就振奋。不过对于此事的疑惑，他也深深地放在了心底。此刻抬头时，他看了看天空上的空域彩虹，内心喃喃：是谁在帮我吗？这明显是要强送给我，不然的话，为何空域掌座直至我走了都没有索要单方？白小纯沉吟少顷，走出传送阵后，向着北城走去。一路思索时，忽然听到四周的人群内时而传出阵阵对于青龙会的议论之声。听说了吗？那万恶的致幻丹，一旦吞下后，会对心神造成永久性的损伤，极为歹毒。何止对心神造成损伤，一旦吃的次数多了，会使得资质都下降，更是让人疯狂。我听说还有人直接吃死了，太过分了！而且这支幻丹居然还存在了依赖性，若是一段日子不吃，一样会疯狂。这种歹毒的丹药，就是青龙会弄出的，是那青龙会的魁首炼制出来。你们还记得超级屁股丹吧？那也是他炼制的，这根本就是一个毒魔。白小纯听到这里，立刻不乐意了。他的致幻丹虽有瑕疵，可却绝不会造成永久损伤，甚至其好处足以弥补弊端。至于吃死人的事情，从来没有过。可眼下这些人传得惟妙惟肖，甚至越传越广。当白小纯到了北城后，他在这里听到的比其他区域还要多。几乎所有人都在愤怒此事，那种对青龙会的憎恶，对青龙魁首的怨毒，听得白小纯头皮有些发麻。他可以想象，若是现在有人认出自己，一声大吼，估计四周一群人都会对自己出手。白小纯一路胆颤心惊，甚至为了防止万一，在人群多的地方，自己也大吼几声青龙会的坏话，这才一路飞奔回到了青龙会的洞府。刚一回来，徐宝才等人就焦急地过来拜见。一看到白小纯，徐宝才都快哭了，赶紧开口：“少祖，那天空会太无耻了，他们在城里传遍消息，污蔑我们青龙会，甚至已经有不少会内修士都已暗中离开了。此事影响太大，根本就控制不住。”神算子苦笑：“他们虽有防范，可毕竟不如天空会庞大，尤其是在这方面，相比于青龙会，天空会的根基更深，人脉更多。”张大胖与陈曼瑶也都发愁。至于那些青龙会的修士，此刻纷纷沉默，没有说话，而是看向白小纯。他们最在意的是白小纯此番去了彩虹上有什么收获与说法。若有也就罢了，他们身为青龙会的一员，也希望一切发展下去。可若是没有，那么他们只能开始去琢磨，得罪了天空会后，自己日后怎么生活下去。白小纯很生气，这支幻丹最早的时候是天空会先卖的，而且还是偷取他的幻物，现在居然把所有的错都扣在了白小纯身上，这种污蔑让白小纯怒火燃烧。又想起当初超级屁股丹被阴了的事情后，白小纯的怒意有些压抑不住。九胖，那天空会太过分了，我们和他们拼了！
张大胖眼中露出狠辣，这段日子的经历使得他的身上也多出了一些杀伐果断之意。此刻怒声开口：“少祖，看来我们真的要和他们直接对上了。只是宗门规矩在那里，此事有些不好办，没办法了。如今致幻丹被禁止，如断了我们的活路，这么多人怎么办？”在这些人陆续开口时，青龙会四周那些没有说话的修士里，一位成衣弟子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：“魁首，不知此番彩虹之行可有收获？”他话语一出，四周人都看向白小纯。有一定收获，可致幻丹依旧无法售出了。白小纯深吸口气，强行压下怒意，缓缓开口。他声音回荡，四周的沉默更多了。白小纯目光扫过众人，不再开口，而是要来一幅空城的地图，转身回到屋舍内，任何人不见。时间流逝，一天后开始有青龙会的修士离去，2天后离去之人的数量暴增，当3天过去后，这样的修士更多了。直至过去了7天的时间，整个青龙会内，在天空会的加盛而来的压力下，几乎90%的修士全部都离去了。青龙会崛起的时间毕竟太短，这些人在其巅峰时到来，没有想要陪着其一起走入末路的决心。其他3个城区的势力也在这7天的时间纷纷瓦解消散，那些小家族、小势力也都快速脱离，与青龙会斩断联系。各种传闻在空城内不断的出现，天空会更是趁机加大的吞噬，使得青龙会偌大的洞府此刻近乎空了。余下的修士人数只剩下了不到1000人，而这些人也在时间又过去了2天后陆续的离开。9天的时间，整个青龙会余下之人不到200。堂堂青龙会短短的9天坍塌，此事也轰动了空城，更是衬托出了天空会的强悍与底蕴。实际上这也没什么意外，原本青龙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贡献点上，没有时间的沉淀，空中楼宇大风大浪之下必定坍塌。这选择了留下的100多人里，除了当初的那批元老外，便是一些对青龙会真正存在了感情之修。这一次徐宝才等人没有离去，就算是陈曼瑶也没有再次走开，而是默默地留在洞府内，不时看向白小纯所在的房间。9天的时间，白小纯没有休息，而是在观察空城的地图。他看得很仔细，几乎每一个区域、每一条街道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再三斟酌与研究。终于在第9天的黄昏时，白小纯从房间内迈步走出。他的目中有些血丝，可气色却很振奋。当他得知青龙会在短短9天就坍塌，只有这些人剩下后，白小纯愣了一下，沉默片刻后笑了起来。他的出现立刻就让此刻青龙会这100多人纷纷凝望。当看到白小纯的笑容时，他们心跳加速，似看到了希望。诸位道友，你们收拾一下，跟我走，我们搬家。白小纯目中露出奇异之芒，深吸口气后，向着众人喊道：“这一次青龙会消失了，可我又想到了一个新的名字。”白小纯大袖一甩，没有多说，可他身上的神采立刻让众人有了信心。很快的，神算子他们首先就整理结束，100多人浩浩荡荡的走出洞府，从这北城向着西城直接冲去。一路上，不少修士看到了他们，纷纷议论时，在白小纯的带领下，他们离开了北城，很快的就到了西城。甚至还有不少好奇的行人，在认出了这是青龙会后，都在后方跟随，想去看看青龙会的这些残余之人要去何方。甚至天空会也都派出不少人也在跟随。白小纯没有理会身后那些人，他没有停顿，而是向着西城的边缘方向疾驰而去。遥遥的可以看到，在西城的尽头之处，那里赫然存在了一处广阔的沙漠。所有人在看到这片沙漠后都是一愣，因为此地有一处遗迹，同时也是空城修士在很多任务中经常要去的地方之一。西城的边缘那里存在了一片沙漠，在这沙漠中不远的地方有一处遗迹的入口，下方是磅礴的地宫。这地宫之大，据说堪比小半个空城，其内有珍奇异兽，更有灵珠仙草，对于修士而言存在了太多的所需资源。同样的，这处遗迹也是唯一的一处空城内存在的任务之地，有很多的任务发布都是与这片遗迹有关。对于空城修士来说，去这里执行一些特定的任务，总要比去外界轻松一些。
而且这里虽是遗迹，可实际上却是星空道集宗布置出来，为的也是让弟子历练。所以在这遗迹内出现那种不可抗力的情况，虽不是没有，可却微乎其微。况且这里毕竟在空城中，算是在星空道集宗内部，如此一来，从心理上讲，此地修士也更偏向于来这里完成任务。所以平日里此地人来人往，颇为热闹。这么一处宝地，自然有人眼热，可在空城内，却只有天空会有资格将此地占据。进入可以，但在出来的时候，都需要分出所收获的30%物质，或者是花费不菲的贡献点，去买天空会的令牌，才可被允许外出。这种事情也唯有具备天人家族背景的天空会才可以把持，而其他人想要做到，太难太难。首先天空会就绝不会允许。要知道，当初天空会之所以能占据这里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而且此地的收益甚至占据成为整个天空会总体收益的50%左右。如此一来，这么大的利益之下，天空会这里的重视极大。此刻，当白小纯带着100多人直奔这片沙漠时，不但是天空会的人愣住，那些跟随而来的路人也都纷纷诧异：这青龙会怎么了？怎么来到了这里？莫非是想要一起进入遗迹地宫内去完成任务？不像啊！与此同时，在这沙漠中，在那遗迹所在一片废墟的外部，在那里有一道关卡，关卡储常年大量天空会的修士驻扎在此。他们立刻就看到了远方呼啸而来的白小纯等人，一个个立刻神色肃然，全部起身。甚至此刻，在这遗迹外部，还有不少要踏入地宫完成任务的修士，看到这一幕后，也是愣了，好奇地望去。在这众人的目光凝望下，别说是他们，就连白小纯身后的那些青龙会修士，包括张大胖等人在内，也都纷纷不解，看着白小纯，心底好奇：少祖，我们来这里干嘛？徐宝才忍不住问道。选地方搬家呀。白小纯头也不回，说了一句后，靠近了驻扎在这里的天空会修士，没有去理会他们，而是迈步走过。天空会驻扎在此地的众修，一个个不敢阻挡，知道白小纯是金丹修士，且最重要的，按照他们天空会定下的规定，进入随意，他们只负责出去之人的上脚。白小纯走过这些天空会修士身边，在距离遗迹所在不到1000丈的位置停了下来，四下看了看后，脸上露出满足。好了，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。他话语一出，神算子眨了眨眼，呆呆地看着四周。徐宝才目中露出茫然，张大胖也是傻眼了，就连陈曼瑶也是张开小口，懵在那里。他们都如此，更不用说那些青龙会的修士了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都有些迷茫。一旁的天空会驻扎之人听到这句话后，顿时传出笑声。不好意思，这里似乎无法成为你们的新家，这里属于星空道集宗，不属于任何人。这青龙会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不但是他们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就连跟随而来的那些路人，还有四周来来往往欲去遗迹完成任务的修士，也都一片哄笑。青龙会就算是被制裁，也不至于失心疯吧？竟要占据此地？那青龙魁首是结丹修士，可之前也就罢了，这里可是天空会的命脉所在。若他真的敢将此地占据，那么天空会背后的天人家族必定会责罚，除非这青龙会的占据让人说不出丝毫话语。在这些人哄笑之时，神算子脸都红了，徐宝才尴尬。至于那些青龙会的修士，也都纷纷苦涩，目中茫然更多。张大胖与陈曼瑶干咳起来，看向白小纯时欲言又止。小纯，可就在这时，白小纯抬起下巴，袖子一甩，右手抬起时，他的手中出现了一面散发璀璨之芒的七彩小旗。这七彩旗一出，顿时有一股威压向着四方散开，使得所有哄笑之人都全部一愣，齐齐看向着小旗时，白小纯一脸得意，将这面七彩小旗向着脚下的沙漠狠狠地刺入进去。开！随着刺入地面，白小纯大吼一声，随着他吼声的回荡，在那七彩小旗与地面碰触的刹那，轰鸣之声惊天动地，如雷霆般凭空炸开。轰轰轰！大地颤抖，天地轰鸣，一股狂风在这小旗上出现，向着四周疯狂的横扫时，更有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压随之爆发。神算子等人面色大变，一个个呼吸急促，全部后退。不仅仅是他们如此，天空会的修士
此地的路人，还有那些欲去遗迹完成任务的修士，一个个都倒吸口气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后退开来。尤其是那威压的扩撒，更是让所有人心神震动，脑海嗡鸣，仿佛遇到了天威。而如今这天威的核心，正是白小纯手中的七彩旗。在这狂风与威压的爆发下，一层七彩光环从这小旗上骤然出现，向着四周大范围的扩散开来。白小纯头发飞舞，全身衣衫被吹打的同时，这七彩波纹覆盖方圆100丈，没有结束，还在扩散，眨眼之间就达到了3里、8里，直至10里。方圆10里，仅是七彩波纹取代了沙漠，地面上光芒闪耀，仿佛成为了彩虹。这一幕立刻让四周鸦雀无声，只有阵阵吸气不断回旋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大地颤抖，轰鸣之声再次惊天时，这扩散了10里的七彩波纹刹那融入地面，慢慢消失。可随着消失，最终却有一层巨大的圆圈痕迹直接烙印在了地面上，不可抹去。更是在这一刻，一股排斥力蓦然间在这10里范围内爆发开来。这排斥力推动10里范围内所有人，他们根本就无法阻挡，身体刹那间就被推开，直至推出了10里外，这才停顿下来。这一幕让四周所有人都傻眼了，这是进入私人领域内才会出现的星空道极宗的阵法排斥。这不可能，这怎么会是阵法排斥？天啊！唯有获得了星空道极宗大阵的认可的私人之地，才会被容纳到阵法之中。整个空城，私人之地不超过10处啊！青龙会的魁首，他居然能圈地！这一幕彻底轰动，如同天雷在四周那些修士脑海里纷纷炸开。不但是他们哗然失声不可思议，就连青龙会的众人，包括徐宝才等人，也都全部目瞪口呆，无法置信。而最让人头皮一炸的是，那遗迹的入口也赫然在这片范围之内。我要在这里修一个客栈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做长生客栈。在这阵阵哗然与失声惊呼中，白小纯背着手，抬起下巴，内心的得意在这一刻已经无法形容。大家可以正常进入这一记地宫，没关系的。不过这里毕竟是我家，所以嘛，你们进来后，只要在我客栈里买一杯灵茶，就是自己人了。我这里的灵茶不贵，比天地会便宜，只需收获的1成贡献点就可以了。白小纯干咳一声，向着四周众人笑眯眯地说道。阵阵吸气声从天空会修士口中传出，他们内心此刻早已轰鸣，这是生生的从天空会手中将这处遗迹的进出权野蛮的一把夺走。相比之下，其他修士则是一个个目露其芒。相比于天空会的3成收益，青龙会这里明显让他们更乐于接受。金丹中期，随着白小纯将空域掌座给予的七彩旗插在了遗迹沙漠外，在那方圆10里光芒闪耀，成为白小纯私人之地的刹那，空城轰动。这消息如风一样，快速的被此地所有看到之人立刻传遍整个空城，无数人震撼与哗然。私人之地，这么可能？空城内的私人之地不到10处，任何一处都是为空域彩虹立下汗马功劳后才会被赏赐。这青龙会到底什么来头？我就说嘛，这青龙会为何敢与天空会叫板？现在明白了，因为青龙会的魁首，其来历神秘莫测，说不定背后也有天人。在这整个空城轰动的同时，天空会更是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，顿时所有天空会的首脑全部目瞪口呆，彻底傻眼。他们费尽辛苦与青龙会斗智斗勇，可却在这一刻被白小纯这里直接绝地反击，在山穷水尽时竟逆转翻身。这一幕让天空会无法接受。私人之地，天空会内传出无法置信的无数惊呼，在这惊呼中还有深深的苦涩以及彷徨。这一刻，所有人看向青龙会时立刻就不一样了，尤其是掌握了遗迹出入权的青龙会更是如此。至于青龙会之前离去的那些人，一个个都心中后悔，可却无奈，即便是有人厚着脸回去，可青龙会却不再招人，直接拒绝。很快的，在整个空城的关注下，于西城边缘沙漠内，于那遗迹旁，一间客栈被青龙会的100多人用最快的时间修建出来。这客栈不小，范围极大，内部数座阁楼不说，外围更是搭起了凉棚。青龙会的那100多人摇身一变成为了伙计，专门贩卖灵茶。
想要进出遗迹，拿着天空会的令牌已经没用了，需要的就是来这里买一碗灵茶。在这全城的关注下，这间客栈没过几天就立刻开业了。与此同时，空城所属的空域彩虹竟从始至终没有传下任何命令，似乎对此毫不在意。这一幕立刻让空城修士心中明悟，对于青龙会魁首的来历猜测更多。渐渐的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随着天空会也隐忍，进出遗迹之人恢复如常，尤其是青龙会只收取1成收获，这顿时就使得更多的修士选择了在遗迹内完成任务，来往之人每天都有10万以上。如此多的人群，让青龙会这里也忙碌起来，凉棚也都不够用了，于是又额外搭建了一些，这才能容纳来往之人。而收益的贡献点也让白小纯在查看后倒吸口气，这贡献点之多，比他们当初贩卖置换丹还要恐怖。天空会为富不仁。白小纯咽下一口吐沫，看着收入进来的贡献点，吸了口气。一旁的张大胖等人也都一个个双眼冒光，纷纷怒斥天空会。青龙会的贡献点不是放在个人身上，都是累计在了一枚青龙会的令牌上，如此一来就不会使得拥有贡献点之人因贡献点超过100万，无意中晋升成为黄袍弟子。尤其是白小纯这里很担心自己哪天一不小心，万一祭献了成为黄袍弟子，那他一定会哭死。所以为了以防万一，他身上的贡献点不超过几10万，其他的都在青龙会的令牌上。数日后，随着客栈的火爆，而天空会的收入也瞬间锐减。在少了置换丹以及遗迹后，天空会已经苦不堪言，无奈之下派人来与青龙会交涉。对于这一次的交涉，白小纯直接让神算子与徐宝才去了，自然是无法和解，很快就把天空会的人打发走了。此刻的白小纯春风得意，眼看自己在空城已有家有业，且这份产业每天获取的贡献点都是海量，他心满意足。这才是我要的生活吗？白小纯背着手站在客栈内的阁楼上，望着下方一片熙熙攘攘的凉亭以及来往的人群，目中露出满足的光芒。而更让白小纯高兴的是他的修为，在这段时间的修行中，也终于出现了要突破的迹象，成为金丹中期就在近日。他索性放下身外一切事，踏入客栈内的密室内，开始闭关，争取用最快的时间突破，踏入金丹中期。这一次闭关就是1个月。1个月后，白小纯在密室内双眼蓦然睁开，他的瞳孔在这一刻竟出现了蓝色的光芒。随着光芒的闪耀，他的全身内外顿时散发出比之前强烈太多的惊人寒气。这寒气刹那就覆盖四周，使得他所在的密室如同成为隆冬，甚至在咔咔声下，整个密室顿时冰封起来。下寒者可凝聚寒气之影，形成冰寒之法，而中寒者可让方圆1000丈刹那冰封。白小纯喃喃低语时，低头看向自己的右手，他的右手在这一刻竟慢慢晶莹，甚至可以看到血管，看到皮肤下的血液在流淌。而这密室内的寒气对他来说仿佛感受不到。要突破了。白小纯深吸口气，蓦然起身，一晃之下离开密室，无人察觉中，他已消失在了这客栈内，化作了一道长虹，直奔远方。出现时，赫然在了这片沙漠的尽头处。在这里，四周荒无人烟，即便是空城修士，也都很少有人来这里。天空烈日炎炎，尽管更远的地方就是通天河与通天海，可在这里，沙漠依旧干裂，整个八方都有热气升空，扭曲了视线，使人在远望时虚无模糊。白小纯站在这里，他的目中蓝芒更浓，看了看四周后，确定无碍。白小纯闭上了双目，在他双眼闭合的刹那，顿时从他身上爆发出了惊人的寒气。这寒气刹那间就覆盖方圆100丈，所过之处，这100丈范围的沙漠热气刹那就被压制，地面更是直接冰封，甚至因热与寒的交错，使得四周传出如雷鸣般的轰轰声，没有结束。随着白小纯体内修为运转，随着寒门养念诀的扩散，他的双手掐诀，向着两边一按，顿时他的寒气覆盖范围从之前的100丈再次爆发，轰轰轰，200丈、300丈、500丈，依旧没有结束。白小纯头发飞舞，尽管闭着眼，可依旧有蓝光穿透了眼皮，扩散开来，甚至他的身体不仅仅是双手晶莹，其他部位也都晶莹起来，
粗略一看，如同他成为了一个冰人。轰鸣中，这寒气的扩散直接到了700丈，还在蔓延，咔咔之声不断传出。沙漠的热气被驱散，寒气滔天时，扩散已有900丈、920丈、950丈、980丈，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，这寒气的范围直接就达到了999丈。只差1丈就是1000丈，只差1丈就是中寒。中寒！白小纯双眼猛地睁开，低吼一声，体内修为传出天雷之音，尤其是他的天道金丹内，此刻寒气大范围的翻滚，一样爆发。在这爆发下，寒气的范围骤然间达到了1000丈。在形成了1000丈范围的瞬间，这里的寒气也越发的冰寒起来，咔咔之声强烈无比，地面肉眼可见的冰封向上蔓延。很快的，1000丈范围彻底成为了冰雪的世界。而白小纯的修为也终于在这一瞬突破了天道金丹的初期，成为了金丹中期，一股天道之意也随之惊天。1000丈外依旧是沙漠，在这热与寒之间，则是交错相撞后迸发出的一道道虚无的裂缝，远远一看，触目惊心。白小纯目中流出振奋，他深吸口气，目光一闪之下，在这1000丈范围内，赫然出现了大量的虚幻之影，每一个身影都与他一模一样，正是他的冰寒之影。而他的身体也在这一刻刹那与那些身影交换位置，这已经不是速度了，而是如同瞬移一般。若有人在远处看到，一定会被眼前所看的无数的白小纯的身影惊得吸气。不多时，这1000丈范围内的所有冰寒之影，如同龟一般凝聚在一起后，露出了白小纯的真身。他目中激动，袖子一甩，轰鸣间，1000丈范围的冰寒顷刻消散，随着热气的回卷，形成了风暴，在这四周滔天而起，将白小纯的头发飞扬起来，而他的笑声也在这一刻回荡四方。